这么汹涌的生命力，转世投胎，本尊来了！我去，怎么有2个入口？不管了，随便走。我不是救人吗？怎么？大哥，帮忙救救我们！妈的，一个臭司机，劝你别多管闲事儿！真是一群渣子，老子还真不惯着你！你们快上车！他妈的！你们安全吗？你们……我是苏氏集团总裁，我和我闺蜜被下药了，帮我们。帮你们。醒醒，雨柔，醒醒！这是哪儿？你个混蛋，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昨天晚上是我救了你们，然后你们2个把我摁了，我才是受害者，好不好？这是我的名片，之后可以来找我帮你一次。但如果有第4个人知道了这件事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婉婷，我们走。他们不是夫妻。糟了，我现在的身体必须要每日温养才能顺利出生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分开。必须想办法获取这个世界的全部信息。神技洞悉有了，不过我所剩法力不多，再施展一次法术就要沉睡了。拼了！育儿系统绑定成功，新手大礼包眼金晶 Pro 版已发。火眼金睛 Pro 版，我幻听了。我操！我没幻听，系统是真的。火眼金睛 Pro 版不但可以透视，还能看到万物价格。不过系统这名字是什么意思？育儿？长期系统任务发布，每日用手抚摸苏雨柔肚子10分钟，来感受胎儿生命。感受胎儿生命？难道苏雨柔怀了我的孩子？系统任务不可拒绝，任务一旦失败，宿主所获得一切将全部收回并暴毙而亡。不行，这任务惩罚太狠了，先完成再说。雨柔。雨柔是你能叫的吗？别以为发生了那种事情，你就能赖上我们。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有事儿？那个苏小姐，你不是说可以帮我一次吗？我现在就需要你帮忙。你放心，不是什么麻烦事儿，我也不会向你们要钱。你要我做什么？那个，能让我摸你10分钟肚子吗？你说什么？你个臭流氓，还想占雨柔便宜？苏小姐，我真不是想占你便宜，就10分钟。反正都已经发生那种事情了，再让他摸10分钟，以后撇清关系，再也不联系。好，就10分钟，你摸吧。雨柔，你奇怪，已经过去10分钟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难道要贴敷摸才行？10分钟已经到了，臭流氓！雨柔，咱们走。等等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人来做了你？对不起，苏小姐，刚才我没搞清楚，我好像要贴着你的肚子摸才算数。你个死变态！我早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雨柔，别管他，我现在就叫保镖过来。最后一次，从此以后不要再联系我，否则我也会对你不客气。雨柔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他明显就是想占你便宜。这里不太方便。最后一次。好。这个小人不会就是我的孩子吧？他竟然真怀上了。任务进度1%。来了，果然要贴着肌肤才行。苏小姐，我叫江北，谢谢你愿意相信我。10分钟之后，我们再无关系。系统发布的可是长期任务，而且这里面还是我的孩子，我这当爹的怎么可能不在身边？不过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，先试试完成1天任务能获得什么奖励吧。苏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奇怪，为什么感觉他手里有股热流进入我的体内，酥酥麻麻的，还有些舒服。
变态！你对雨柔做了什么？是我自己不舒服，不怪他。我们走吧。恭喜宿主完成育儿任务1次，请随机抽取奖励。果然有效，让我看看能抽到什么奖励。断体神丹。好东西啊！以前上大学时候天天熬夜，跑货车之后又休息过，昨晚才搞2下腰腿就胀了。这断体神丹正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。好家伙，不愧是神丹，瞬间见效，感觉我现在的身体比钢筋都要结实。接下来该想想明天怎么去找白头娘了。我要是成了苏氏集团的安保，遇到苏雨柔的概率将大大增加。你好，我要面试安保。介绍一下自己，着重介绍之前做过的工作。江北，24岁，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跑长途货车，给人送货。你不合格，就你这小身板也来面试我们苏氏的安保，赶紧走！不是老哥，你试都没试，怎么就知道我不合格？不好了，虎哥，李明远带人强闯总裁办公室了。什么？赶紧过去，绝不能让总裁有事！总裁办公室，苏雨柔不就是总裁吗？糟了！雨柔，你为什么总躲着我呢？咱们俩家可是联姻关系，你这样让我这个未婚夫很伤心啊！李明远，我们的联姻是老一辈定下的，在我这里不作数。保护苏总，给我拿下他们！2个炼体高手，还算有些眼力。今天我要带死苏雨柔，谁拦谁死！好家伙，你们苏氏够大的啊！要不是我眼睛好使，根本找不到地方。江北，苏小姐，好巧啊，这都能遇见。小子，我知道你很想加入苏氏，但我们苏氏的安保平常遇不到什么事儿，可一旦遇到事儿，对方就是高手中的高手。你要是不想下半生都在医院度过，就赶紧离开。高定西装价值4万元，劳力士手表价值200万。张兰炼体初期，陈刀炼体初期。竟然还有境界显示，炼体境。没想到我们这个世界竟然真的有修行者，就是不知道吃了断体神丹的我是什么境界。宿主江北境界炼体巅峰，神通火眼金睛 Pro 版，财富666。原来我有自己的面板，炼体巅峰，那岂不是玩虐他？江北，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，赶紧走。苏小姐，我是来面试安保的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能打走他们，我能不能做你的贴身保镖？江北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你觉得发生了那种事情想为我负责，但我很明确的告诉你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趁现在你还有机会，赶紧走。他走不了，昨天就是你小子坏了我的好事吧？苏小姐，你没拒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妈的，敢无视老子，给我弄死他！什么情况？这小子他把2个炼体高手给解决了，而且还是瞬间解决。他这么厉害？大哥，我错了，小弟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大哥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来找雨柔麻烦了。求饶速度倒是挺快，不过雨柔是你能叫的吗？对，苏小姐，我以后再也不来找苏小姐麻烦了。滚！江北、苏雨柔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恭喜宿主保护苏雨柔，让腹中胎儿免受伤害，获得1次轮盘抽奖机会。能轻易打败2位炼体高手，他的实力
至少也是炼体巅峰啊！前辈，我同意你加入苏氏了，以后我的安保队长给你做，我要拜你为师，求前辈收我为徒。我还是喜欢你之前桀骜不驯的样子，恢复一下。前辈，晚辈知错，求前辈教教我怎么炼体吧。这炼体巅峰完全是丹药推上来的，我怎么教？王虎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有话跟他说。是，总裁。苏小姐，你也看到了我的实力，当你的贴身保镖不过分吧？实力确实很强，但谁知道你会不会有其他想法？先试试再说。不过分。说说你的条件，1个月10万，够吗？我不要钱。果然另有所图。我只要你每天让我摸你10分钟肚子就行。登徒子，你想都别想。苏小姐，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要摸你肚子？说是摸肚子，其实是想循序渐进，再得到我的身子吧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你怀了我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我怀了你的孩子？怎么可能？我们才做过1次。是真是假，检查一下就知道了。苏小姐，您确实怀孕了。什么？我真的怀孕了？我要当妈了。苏小姐，那个，我没骗你吧？这就是我要接近你的原因，我就是不想看到孩子受伤害，没别的意思。才怀孕不到1周，我马上安排流产。什么？丁，检测到胎儿死亡危机，宿主必须尽注父亲责任，阻止胎儿死亡。阻止失败，宿主将跟随胎儿生死道消。不行，我不答应。江北，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如果被外人知道我怀了你的，家族不但会没收我的总裁位置，还会有各种人刺杀你。大家族可真麻烦。不行，我得让他知道我能行。我也是第1次当妈妈，我也不想打掉这个孩子，尽管他只是意外。可家族是不可能让我和你这种一穷二白、没身份地位的人在一起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的身份配得上你，就能留下这个孩子？在我显怀前，你有那个能力爬到和苏轼一样的高度。我有，你先让我摸一会儿，让我感受感受孩子的心跳。算了，就由他吧。等到显怀之前，再把这个孩子打掉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每日任务，奖励抽奖1次，剩下2次抽奖机会，能不能翻身就看系统了。好家伙，10亿资产产业收购卡！苏氏总资产价值竟然有1000亿，任重而道远。还有1次抽奖机会，继续！竟然还能抽中死士！据我1000小时小说阅读经验，炼器可是在炼体之上的境界，正好用它们去保护我的孩子。我等见过主人。不错，今后你们7个去暗中保护苏氏集团的总裁苏雨柔，绝对不能让她和肚子里的孩子受到一丁点伤害。另外也盯着点儿，别让她把孩子打了。遵命。不愧是炼器，速度就是快。有他们在，孩子应该是万无一失了。接下来去找一个资产价值10亿的产业去收购。云上天空不光是超5星级酒店，还是市内最大的娱乐场所，市值刚好10亿，而且经营状况良好。若是收购，以后每年至少能为我带来大几千万的收入。收购云上天空。
丁，使用成功。云上天空当前市值10亿，未来3年估值50亿。宿主正在收购云上天空。随便点了几个菜就要几千块，兜里钱不够，看来只能吃到收购完成。虽然贵，但是味道确实不错。哟，雨柔，这不是你那个臭保镖吗？一个月挣几个钱呀？还敢来这里吃饭？糟了，按李明远睚眦必报的性格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江北。怎么，李大少皮痒了？雨柔，他就是之前打败2个炼体高手的保镖。可惜了，李家抢在我们苏家之前，和缅北珠宝民阀打好了关系。我们苏氏集团珠宝部的存亡，全看李家眼色。跟李少吃完饭，就把这个保镖交给他处置吧。江北，你是很强，可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呢？这一顿饭要不少钱吧？付得起吗？我既然来这里吃饭，自然付得起钱。说的是，但今天我要让你明白，不要和权势作对，因为在权势面前，你的钱和实力都不一值。而我李家恰好就是权势的一方。来人！李大少来了，有何吩咐？我看他有些碍眼，丢出去。怎么？我说的话不好使吗？这位先生，您的餐我们免了，请离开。你这么赶走客人，你们老板知道吗？小兄弟，李家不是你能得罪起的，赶紧走吧。江北，这家店背后的老板能量足和我李家抗衡。先不说他人在国外，就算他今天在这里，也不会因为你这种底层的垃圾去骄傲我李明远。江北，不要意气用事，你先走吧。想来李少应该还没体验过被人赶出去的滋味吧？用餐愉快。傻逼东西！王经理，去给我安排最好的包房。我们要谈些事情，不准任何人打扰。是，李少这边请。小兄弟，那些富家权贵不是我们这种普通人能得罪起的。你人还算不错，不过从今往后，云上天空不会再因为任何权贵而去赶走一个用餐的普通人。什么意思啊？您说什么？云上天空被一位江北的先生收购了？王经理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江北，是你今后的老板。您就是江先生？现在派人去把李明远给我丢出来，并且永久拉黑李氏成员，拒绝他们到我云上天空。是，江先生，我现在就去办。所有安保集合，把李明远给我丢出来。走，去包房区。来，李贤侄儿，叔敬你一杯。这珠宝玉石的订单，你们无论如何都要给我苏家30%啊！苏叔叔，订单的事情好说，只要你们苏家同意我和雨柔结婚，别说30%，50%都可以，毕竟都是一家人了。哈哈哈，李贤侄说的是，你放心，回去之后我就转告雨柔父亲和老爷子，让你们尽快成婚。二叔，雨柔，
这事儿没得商量。你小时候家族给了你最好的资源，现如今到了你回报家族的时候了。贤侄，那咱们今天就回去签合同。不急，什么时候我和雨柔完婚，什么时候再签。王经理，我不是说了，我们在谈事情，严禁任何人打扰。你这经理还想不想干了？我自然是想干的，但是能不能干，却不是你李明远说的算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想请你离开。我云上天空不欢迎李氏成员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赶我李明远，就算你们老板在这里，也不敢这么对我。可让我赶你的人，就是我们老板。你说什么？老板要赶李家的人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李家和云上天空背后的老板关系交恶了？据说云上天空的背后老板是地产起家，势力强大。说是两家交恶，说不定父亲和爷爷他们就不会让我跟李明远联姻了。你没听错，就是我们老板要让你离开。对了，补充一句，我们的老板叫做江北。江北，李少，用餐可还愉快？你不要告诉我，你口中的江北是他这个废物。李明远，注意你的言辞，这是我们老板。他什么时候成云上天空的老板了？王经理，开玩笑也要有个分寸。你收了他多少钱？现在老实交代，我还能饶你一命，否则我现在就给你们老板打电话。随意，刚才正是我们钱老板打来的电话通知。从今往后，江先生便是我们老板。现在请你离开，毕竟李少，你也不希望我的人对你动粗吧？该死！云上天空未来10年估值可达100亿，曾经有多个企业想收购云上天空都没被打赢。江北怎么可能有这个能耐？不过这种事情，王经理不敢说假，必须回去查清楚。江北，你好得很，不过你别太得意。哪怕你动用了些手段收购这里，但我李家依旧不是你这种垃圾能够抗衡的。我去你大爷的！还敢骂我们老板！给我打！给我往死里打！保镖呢？保镖呢？他妈的，老子都要被打死了！保镖！主人，李明远带的保镖可都是行业翘楚，好手中的好手，竟然全被他一个人给解决了。而这个人竟然称呼江北为主人，这个江北绝对不简单。江先生是吧？鄙人苏博，是雨柔的二叔，我敬你一杯。二叔折煞我了，是我敬你才对。而且江先生太疏远了，你叫我小江就行。那我就托大叫你声小江。小江，我之前听雨柔说你是她的保镖，怎么现在又……二叔，其实我喜欢雨柔，所以才用保镖的身份接近她，而且雨柔她也喜欢我。这样啊，小江，你老家是哪里的？海市没有江家，京城倒是有，不仅全是也只有那种存在能够无时不想收购者。难不成你是京城来的？如果告诉他我老家在山沟，恐怕又要麻烦一番起事收购的事情。哈哈哈，小江，不用拘谨，二叔都懂。你们这些大家族的子弟喜欢低调在外历练，从不随意暴露自己的娇贵身份啊。呵呵，二叔能明白我的难处就好。呵呵，挺会恼火的啊，正好省得我去解释。
必是超级苏家。难道他真是大家族派出去在外历练的子弟？否则他一个跑货车的，就算有钱，也不可能有能量收购云上天空啊。这么说来，那我们的孩子岂不是……小江，既然你和雨柔两情相悦，我这个做二叔的自然没什么好说的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苏氏涉及行业众多，其中珠宝玉石乃是重中之重。可如今却受到吕家制裁，所以你……二叔放心，此事我想办法。好，既如此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小情与腻歪了。雨柔，好好表现。二叔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？刚才你二叔还在，你却不拒绝；现在你二叔走了，你反倒不拉手了。江北，你真的是京城江家子弟？我知道，你们大家族会经常派子弟在世俗隐藏身份历练。你为了我暴露身份，收购了云上天空，家族对你的评分会降低吧？好家伙，大家族还爱好这个呢。可惜我江北就是普通家庭，而且还是爸妈很早离异，吃百家饭长大的野孩子。那些我不在意，现在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有能力保住我们的孩子，你只属于我，明白吗，苏小姐？你以后别叫我苏小姐了。好，雨柔。丁，宿主首次用生命力温养胎儿，获得抽奖机会一次。江北，你还没有完全回归家族，应该也解决不了玉石的事情吧？放心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不如明天我们去见婉婷吧。他们林家在京城虽然不是特别大的家族，但势力远在李家、苏家之上，而且苏家也有涉及珠宝玉石行业，或许他有办法。你说什么？你个臭流氓！说起来也是我对不起他，要是有能力了，该负责还是负责吧。行，那我们明天去找他。妈的，一个臭开货车的，怎么可能收购云上天空？也不动你的脑子想想，给老子重新去查，把他祖宗3代都给我扒光！是。农民出身，父母早年离异，普通大学毕业后就开始跑货车。点，太经典了，完全吻合！哈哈哈哈哈！纵观那些大家族派出去低调历练的弟子，哪一个不是制造了假身份？大学毕业不是干服务员就是干保安的，这个江北一定是大家族子弟无疑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能放心告诉老爷子，让他们把雨柔交给他。这产业收购的就是好，吃饭住房都不用操心了，直接在这里一条龙解决，每个季度还有盈利可拿，爽。主人，您要的京城江家材料，我能查到的都在这里了。什么？不，资产万亿，涉及商政军，甚至还有开国。主人，据我了解，江家似乎还有实力在我们之上的高手。猎奇之上，好家伙，我这是碰瓷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啊！要是被他们知道我谎称江家子弟，那不死翘翘了吗？不行，必须抓紧变强。还有一次抽奖机会没用，系统抽。竟然是双色球1等奖号码，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玩意儿一次最高能中几千万的大奖，倒是解决了我手里没钱的窘迫。不过相较于系统给的其他奖励，还有现在的处境，钱恐怕是最没用的东西。老板，帮我按这上面的号码打一张。我说外面的破卡车怎么那么眼熟呢？原来是老同学啊！是他，大学恋爱3年，
却没有任何原因和我分手。江北，大学时明明我学习最好，可你却靠着颜值吸引所有注意。但现在，不光你初恋是我女朋友，我还成为了集团高管，年薪100万。1年前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分手吗？现在我告诉你原因，这款包包森哥给我在专柜买，价值10万。轻奢西服套装2万，仿制黑水鬼9000，明星同款套装3000，盗版包包1000。说好，明天开奖。别着急走啊，江北，现在过得不好吧？幻想着中彩票一夜暴富吧？真没想到，你们在一起3年都没上过床。江北，来了。咱们走吧，去找舒婷。比润，他恐怕还差点意思。妈的，江北怎么可能交往这么极品的美女？而且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？等等，美女，你和江北是什么关系？和你有关系吗？女人的青春就那么几年，浪费在这种人身上可不是明智选择。毕竟江北除了颜值以外一无是处，不如跟了我怎么样？梁森，我们都要订婚了，你什么意思？谁他妈要和你订婚？老子现在年入100万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怎么可能会跟你这种花瓶结婚？怎么样，美女？只要你答应，每个月我可以给你2万的零花钱。你朋友？大学同学和初恋，不用理他们，咱们走。这是劳斯莱斯。坐我车吧，不然停在这路边挺碍事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么有钱的女人，竟然愿意坐江北那个破卡车？老同学，颜值不能当饭吃，但是能吃上饭。回见了。你可不是只长得帅。逗逗他们。好家伙，成本300-400的东西，售价3-4万，100倍利润，怪不得林家家大业大。你看他这屌丝样，能是京城的家族子弟？林小姐，雨柔，玉石的事情，我们家确实有路子，但是我的话语权太轻，没法帮你。连你都没办法吗？但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有路子，但能不能让他出手，就看你们自己了。可以，只要有机会就行。我就知道宝宝你会来，宝宝你就原谅我吧。之前我完全是为了气江北，所以才说出那种话。咱们都说好订婚了，我怎么会反悔呢？真的？我发誓，绝对是真的。不生气了啊！今天新来了一批玉石料子，你进去挑一个，我买单。这还差不多，那我们进去吧。贱人，要不是那个极品美女太有钱，怎么可能会去？算了，张西婷虽然比她差，但也堪称极品了。江北，他身边怎么又多了个极品美女？没想到我们火眼金睛还有这种，天生就是玩赌石。不过这一眼看过去，怎么全都是废料？这个倒是不错，能赚一点。江北，没想到你还真懂点赌石。这块黑皮料容易出高色，但也最容易一刀切白肉。略懂，比不过林小姐。那是自然。我已经给王会长发过信息了，他马上就来，我们等会儿吧。他身边又多了个极品美女。森哥，是江北，咱们去打个招呼吧。
别去了。江北，怎么了，森哥？看见和他们说话的那个男人了吗？王松石，海市玉石协会会长，身份地位极高，根本不是我们能接触的层次。你说什么？可是江北……该死，江北到底是怎么融入这个圈子的？难道他的身份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？若真是如此，我先前得罪他，岂不是招惹上了麻烦？苏小姐，想让我帮苏家也不是不可以，你我各选一块料子，只要开出来的料子价值在我之上。王会长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整个海城谁不知道您的眼力？和您比赌石，那我们岂不是必输无疑？那我就没办法了。赌，说不定运气好就赢了呢。是啊，苏小姐，王会长可是我们海城玉石界人脉最广的人，能得到王会长帮助，苏家的玉石生意算是稳了。苏家不会就是我在的苏氏集团吧？不会那么巧吧？和他赌。江北，你胡乱答应什么？婉婷，既然没别的办法，那就赌吧，至少还能博一线生机。只能这样了，你放心，雨柔，我尽力帮你选个最好的玉石出来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开始吧，限时10分钟。这下可是有好戏了。林小姐家里对于玉石产业涉猎也深，眼力非常人能比。那算什么？王会长可是海城出了名的火眼金睛，他们必输无疑。玉石一行水深似海，没有几10年根本无法入门。看来这江是在哗众取宠，说不定只是那美女养得起白脸。我选好了，就这块料子吧。我们也选好了。相差9700万的价值，果然还是太嫩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切吧。等一下，用你这块去比，必输。江北，你个门外汉在这里插什么嘴？这已经是我找的最好的石料了，里面绝对能出货。这事儿关乎雨柔家的玉石生意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才必须用我这块料子。无碍，你们俩的石料都可以算，只要有其中一个价格高过我，就算你们赢。开始吧。出了，这是帝王绿！我靠，天价帝王绿，终极 BOSS 料啊！王会长必赢了。帝王绿，这怎么可能？竟然是最珍贵的玉石料子！婉婷，我们巴掌大小的极品帝王绿，价值至少1个亿，如果上了拍卖，可能会更高。雨柔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用，我们输定了。没事的，婉婷，你尽力了，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命吧。你们也开吧，万一呢？顶级紫罗兰价值约莫300万，可惜了，顶级紫罗兰也是好料子啊，只是在帝王绿面前，上桌的资格都没有。毕竟是王会长，他们败得不冤。李小姐、苏小姐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苏家的事情，王某也爱莫能助。出了，也是帝王绿！我靠，竟然也是帝王绿！这年轻人是谁啊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倒是有些眼力，只可惜这一整块石头都不如王会长开出的料子大，其价值必然也在王会长的料子之下。江北，你竟然真的懂赌石！舒婷，江北开出的也是帝王绿，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赢？不可能了，江北这块石料比王会长开出的石料要微小一圈，就算全是玉肉，价值也要稍弱，我们还是输了。把外面一圈皮壳用砂轮打磨。我操，这也是极品帝王绿，而且大小和王会长的几乎无二啊！这年轻人太牛逼了，但仔细比较一下，还是小了一丝，可惜了。江北不是哗众取宠，他真的有本事。王会长的玉石价值上亿，那江北开出的这个玉石价格至少也近亿了吧？杨森就算往上爬再高，也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钱。要是我当初没和他分手就好。极品帝王绿价值9800万。王会长，
我这块玉石的价值确实在你之下，但这场比试还是我赢了。什么意思？价值在王会长之下，他还赢了比试？闹呢？就是啥意思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江北，你别乱说话。王会长，对不起，这次比试是我们输了，我们心服口服。不，这场比试是我输了。江小兄弟眼力，王某佩服，王某也输得心服口服。王会长认输了？什么鬼？王会长开出的玉石价值不是在他之上吗？是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王会长，您开出的石料价值在我们之上，为何算您输了？江小兄弟，不如你亲口告诉他们吧。很简单，因为王会长选的石头原材料要花费2200万，而我选的料子却只用花费200。抛开成本，我这块玉石的盈利价值在王会长所选的价值之上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确实是王会长输了。王会长竟然会输给一位年轻人，真想不到啊！江北，我们赢了！你选的料子赢了海城玉石第一人。低调。低调个屁呀！我要爱死你了，江北！你要出名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干嘛，雨柔？吃醋了？你们又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，我只是亲一下他脸蛋，没关系吧？我……雨柔怀了我的孩子。什么？江兄弟，这卡里有1个亿，是买你那块玉石的钱。至于苏家的事儿，我已经差人去办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李家在玉石供应上无法再为难苏家。多谢王会长。不必谢，甚至如果苏小姐想，我也可以看在江兄弟的份上敲打一下李家。江兄弟的眼里是我平生仅见，如果江兄弟不介意，以后我们以割地相称。王哥抬举，小弟自然没意见。传闻王会长的亲弟弟就是缅北的军阀，所以才能成为玉石第一人，就连我林家也不敢轻易得罪。没成想他竟然认了江北做弟弟，难不成江北真是什么大家族子弟？否则怎么会如此受人赏识？哈哈哈，好，那你今后就是我王松石的兄弟了。若是遇到任何困难，随时来找哥哥。一定一定，王哥若是有难处，小弟也一定力所能及。哈哈哈哈！怎么雨柔一下就中了？为什么我没怀上呢？林婉婷，你在想什么呀？你居然想怀上江北的孩子？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！江北，老同学，有事儿？刚才赌石我都看到了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1分钟，给我1分钟时间就好。江北，北哥，我错了，之前我不应该嘴臭，我抽我自己，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我一马。何必呢，老同学。北哥，我知道您现在的身份地位非同寻常，先前是我狗眼看人低，但是现在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只求您之后别找我麻烦。如果我真的只是个普通人，你现在就不是这副嘴脸了吧？北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已经和张希婷分手了。如果您还不满意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只要能给您赔罪。行了，我没什么闲工夫搭理你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是，北哥你放心，我以后见了您一定绕道走。等一下，北哥，我能多嘴问一下，您女朋友苏小姐是苏氏集团苏雨柔吗？海城还有第2个苏小姐。完了，我言语轻薄的人，竟然是我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。来，我敬你们2个，谢谢你们今天帮我，让我苏家不用再为玉石生意发愁，更重要的是，让我家里不用再逼我嫁给李明远。婉婷，你们先吃，我去个卫生间。
为什么怀上你孩子的人不是我？林小姐，你喝多了。我没喝多。江北，你是不是个废物？你是不是不行？我。你说，为什么没让我怀上？我也想要你帮我，我也不想联姻。怎么你们这些大家族都要联姻？江北，男人一点，你已经是有孩子的人了，怎么还能想着别的女人？雨柔，我说是你好姐妹自己坐我身上的，你信吗？我刚才都看到了，其实婉婷过得也很辛苦，林家重男轻女，再加上婉婷是最晚出生的，最不受家里待见，所以江北，可以的话，你也帮帮婉婷吧。啊，这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的能力连王会长都认可。如果你愿意帮婉婷坐镇他管理的赌石坊，赌石坊的生意肯定会越做越好。届时林家为了生意，也就不会轻易强迫他了。原来是帮他坐镇赌石坊，那当然没问题。雨柔，今晚不回去了吧？不回去，睡哪儿？你说睡哪儿？不要，婉婷还在。她睡着了。本尊醒了。这便宜爹地还算尽职尽责，不枉我陈深琼法术给他造了一个小说世界中的系统。看看他现在什么境界了，这也太拉垮了吧！才炼体巅峰，除了一个神通，竟然连一门功法都没有习得。等等，我怎么在传输进来的能量中感受到了一股血脉力量？竟然真的是血脉力量！爹地先前服用断体神丹，激活了他体内隐藏的混沌炎帝血脉，怪不得我能这么快苏醒。此等血脉在万界之中都算顶级，修炼相同功法，同境界之内可称无敌，甚至能够凭着爆发血脉去越级战斗。若是让爹地修炼我的至高功法，他的成就很有可能在我之上。对，接下来由我亲自给老爹规划修炼，让他快速成长，带我杀回上界。舒服，爹地弄进来的能量太补了。按照这个进度，2、3个月我就能尝试从妈咪肚子里出来了。又出了好多汗。你是不是特意练过？每次揉我的肚子都让我特别舒服。10分钟完成，该给便宜老爸发放奖励了。叮，恭喜宿主完成每任务，鉴于宿主孕育胎儿达到一定进度，此次奖励10连抽。10连抽？雨柔，你不是还有合同要看吗？那我就在公司里转转，有事你随时叫我。嗯。系统，我要抽奖。直接爽一把，10连抽。恭喜宿主神级功法九转神功第2转法门！恭喜宿主抽中神级功法九转神功第8转法门！不是系统，你逗我呢？一个9转神功，占我8次抽奖机会，接下来是不是9转神功第9转啊？恭喜宿主抽中限量款跑车1辆！恭喜宿主抽中京城江氏集团股份20%！京城江氏，我竟然抽中了京城江家20%的股份。虽然不是最大股东，但从之前让死士查到的信息中，除了江家太爷爷，
占股最高的也就是我了。而且这20%股份的价值，以江家的资产估算，至少也值2000亿。发达了，发达了！系统果然还是牛逼。这便宜老爸果然不识货，一个世俗的集团股份，竟然还不如九转神功让他激动。否立即学习九转神功。这可是超级神功啊！学习，全部接受。丁，检测到关键词九转神功1转头开始全部传输，将款21%新进入1%。糟了，之前给系统设计的底层代码忘记修改了。九转神功过于强大，8转蕴含我万年所修的记忆和部分功力，爹地无法承受。你妈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感觉浑身骨头都要碎了？九转神功第1传：地坤，长地脉，撼八荒，移千山，填沧海，肉身镇万敌，可于凡界无敌。第2转：浩阳，引烈日，焚九霄，融金石，灭万邪，阳火灼天地，邪魔尽伏诛。这九转神功好像有点不一般。完了，闯大祸了！看来只能动用我的本源力量了，不然便宜爹必死无疑。这是第5准星等，引星斗，演大道，改命数，逆生死，掌星河秩序，定万物兴衰，已入仙人之境。爹地，这是已经把前面的2转玄月和天穹也领悟了。他竟然能够承受住这股力量，难道是血脉之力？不，从普通炼体巅峰一跃步入仙人之境，哪怕是顶级血脉也撑不住了。必须封印后3转的传承。还好只封印了3转传承，否则我怕是又要沉睡了。不行，还是回娘亲肚子里休息会儿吧。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苏家巴结上了王会长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再不回来，你还能镇得住场子吗？都是该死的江北，先是收购云上天空，如今更是在赌石上赢了王松石，名声大作。难不成他真是京城江家的人？一个会点旁门左道的小丑罢了。我和江家老二江淮南相熟，问了他，根本不曾听闻家族有江北这号人物。什么？江北他不是江家的人？那他冒用江家身份，岂不是找死啊？不错，巴结上王松石又能如何？冒充江家身份，一样是死罪。江淮南很快赶到海城，你挑一些好手，我们亲自去苏家。届时不光要弄死江北，还要让苏家彻底臣服我李家。好，爹你放心，这次我保证万无一失。什么情况？脑袋这么痛，还有身体也是，好像经过万千捶打一般。对了，九转神功，我这应该算是成了吧？系统，打开面板。什么玩意儿？境界、仙人，还有血脉，一觉醒来我成仙了，靠闹呢！
好家伙，意念一动，我就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而且还能听到他们说话。难道我真成仙了？我怎么有种感觉，这系统是人造出来的呢？还真有这种可能。不过我的一身能力都是系统赋予，能创造出系统的，必然也是绝世大能吧。不好了，江北，李明远父子带了很多高手去我家了。别怕，我们现在过去。如果真按照老二的说法，江北他真是京城江家子弟，那我们苏家此次算是攀上高枝了。我看十有八九，此次我苏家玉石订单危机全靠江北解决，如此能力足证明他出身非凡。雨柔如今不但能找个自己喜欢的对象，其身份地位还远超过苏家，我这个当妈的也就放心了。不错，但还要尽快让两人婚事定下来，才算盖棺定论。确实盖棺定论。不过盖的是你们的棺材板儿。什么意思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闯我苏家？苏南，你们真以为抱上了江家大腿？李建元，你把话说明白。江北，他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，根本不是江家人。随便一个跳梁小丑姓江，你们就把他当作江家人，简直可笑之极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江北他根本不是京城江家子弟。你说不是就不是，江北的能力我们都有目共睹。一个普通人如何能收购云上天空，又如何能够让海城玉石第一人王松石都认为弟弟？爸，和他们废什么话？反正江家二爷都快到了。江家二爷？不错，就是京城江家江淮南江二爷，我爸的至交好友，货真价实的江家人。你们李家什么时候还有江家这层关系了？我李家的关系人脉，还需要向你苏家报备吗？嫣然，给雨柔打个电话。苏老爷子，趁现在江二爷还没到，我再给你苏家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交出苏家全部产业，从此成为我李家附庸，可保你们活命。李建渊，不要欺人太甚，先是带这些人手闯我苏家，后又想让我苏家百年基业拱手让人，你真当我苏家无人了吗？看来是没得谈了。动手！谁敢动我岳父岳母？好女婿，你可算来了！再晚一步，苏家就遭毒手了。一表人才，遇事不慌。雨柔啊，你这眼光比你爸当年强多了。妈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开玩笑？伯父伯母初次见面，本该备些薄礼，没想到碰上几只碍眼的苍蝇，让二老受惊了。够了，江北，你还真是不知死活，赶着来送死！年轻人，口气不小，只可惜你这虚张声势的把戏，今天算是演到头了。李明远，看来之前给你的教训不够深刻，皮又痒了。你少猖狂！你这冒牌货的底细我们早就摸清了，休要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，老东西，你们苏家被人当猴耍了。他江北根本不是京城江家的子弟，就是个招摇撞骗的乡巴佬。敢冒充京城江家，那是死罪。今天不仅他要死，你们苏家也得跟着陪葬。江北，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江北，事关苏家几百口人的性命，你到底是不是冒充的？爸，别听他们放屁！江北的实力我们有目共睹，怎么可能是冒牌货？江北，告诉大家你的身份。好啊，
我倒要看看他今天怎么把谎圆过去。既然大家好奇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确实不是京城江家的人。不是江家人，完了，苏家百年基业今日要毁于一旦了。雨柔，你糊涂啊！他既然不是江家人，怎么敢去招惹李家？苏家被他害惨了。江北，你是在开玩笑的，对吧？你只是在气他们，对不对？爸妈、爷爷，你们别慌，江北从不做没把握的事，他一定有底牌。听见没？他自己承认了。苏伯，你刚才那狗腿样呢？你的好女婿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算你有点自知之明，省得再费手脚揭穿你。哼！现在立刻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，当一条听话的狗。等会儿江二爷到了，我心情好，或许能替你求个全尸。谁告诉你们不是江家人就好欺负了？死鸭子嘴硬，没了江家的名号庇护，你连只蚂蚁都不如。我确实没有京城江家的血脉，但我却掌握着京城江氏集团20%的绝对股份。什么？20%的股份？系统奖励的江家股份收购进度已经99.9%了，马上就能合法拥有这20%。江北啊，玩笑开不得！京城江家何等庞大，哪怕是1%的股份都能斗个头破血流，你怎么可能会有20%？是啊，江北，20%足够撼动江家根基了，你没骗我们吧？爷爷、爸，江北从不说大话，他说有就一定有。放屁！真特么能装啊，江北！你以为江家的股份是大白菜吗？你简直在做春秋大梦！不过这小子邪门的很，之前就在他手里吃过大亏，不会真有吧？爸，江二爷什么时候到啊？再让他这么装下去，我心里没底。喂，二爷，您到了。好，我这就亲自出去迎接。江北，江二爷就在门外，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。还有苏家，你们的死期到了。江二爷，江二爷大驾光临，令寒舍蓬荜生辉。行了，少套近乎，你们这种3流家族，平时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要不是听说有人敢打着我江家的旗号在海宁行骗，8抬大将请我，我都懒得踏进这破地方半步。二爷，他就是江北，不但冒充江家人，刚才还大言不惭地说手里掌握着江家20%的股份，这小子简直骑在江家头上拉屎，必须弄死他！好大的狗胆！原来是个炼气后期的修士，在这灵气稀薄的都市里能修到这一步确实不易，难怪拽得258万死。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，让我用旺气之术看看你的底细。二爷，你怎么了？是地板太滑，闪着腰了，你快起来！太恐怖了，气息浩瀚如海，这种感觉我只在闭关100年的老祖宗身上感受过。他绝对是筑基甚至金丹期以上的大能，捏死我比捏死蚂蚁还容易，绝不能得罪。二爷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是啊，二爷，冒充江家人的是他江北啊，你打错人了。打你！老子打的就是你！他打着我江家的名号出来做事，你敢动他就是不给我江家面子。你算什么狗东西也敢动他？你敢动他就是跟我江淮南过不去。今天没把你打死，都是你祖上积德。这老小子求生欲挺强嘛。李建渊，从今往后，你们李家必须成为苏家的附庸，每年所有产业收益必须上交80%给苏家。敢有半点隐瞒，我江家第一个灭了你！二爷，您疯了吗？您这是要逼死我们李家呀！二爷，我不明白，您大老远从京城跑来，不就是为了收拾这个冒牌货吗？他不仅冒充江家人，
还谎称有20%的股份，他一个毛头小子可能吗？您为什么要为了一个骗子断我李家100年基业？李建渊说的也有道理，这小子实力深不可测，但绝不可能是江家血脉。那20%的股份，连老祖宗手里都只有这么多，他怎么可能有？难道是在虚张声势？进度已达100%，恭喜宿主成功收购京城江氏集团20%绝对股份，股权转让书已合法进入大夏商业最高总署档案。巧了，这20%的股份我还真有。二爷，您听听，死到临头了，他还在撒谎，请二爷立刻废了他。大哥，我在海城，什么事这么急？你说什么？集团第2大股东易主了，姓名叫江北？不可能，江家股份哪怕是有钱也买不来，江二爷一定是搞错了。闭嘴！李建渊，我下最后一次死命令，李家立刻向苏家臣服，日后若敢有半分不敬，我江家拼尽全力也要灭了你。好，既然江二爷不给活路，宁愿去舔一个外人，那就别怪我鱼死网破。我这里有10几个顶级高手，大不了一起死，给我动手，把苏家人全杀了，一个活口不留。找死！我给过你们活命的机会，既然不珍惜，那李家从今天起就不必存在。教授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您把我当个批放了吧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！放过我们！饶命！岳父、岳母，李家已灭，你们可以准备接管李家在海城的所有产业。好，接管。恭喜苏家招到江北先生这样实力通天的好女婿，往后我们江苏两家一定多合作，谁敢动苏家就是动我江淮南。苏老爷子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雨柔，你眼光真好，多亏了江北，他真是咱们家的大恩人。爸妈他们恐怕还要适应一段时间，我还是先带江北离开吧。爸妈，公司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，我们先走了。前辈，淮南愿意誓死跟随，愿为您鞍前马。你堂堂京城江家二爷，身份显赫，跑这儿给我下跪，江淮南唱的哪出苦肉计？前辈明鉴，刚来时我用忘气之术窥探，深知前辈修为通天，绝非常人。再者，您现在拥有江家20%的绝对股份，那是连我大哥都不曾拥有的分量。您现在就是江家核心中的核心，我愿意臣服为您做事赚钱，只要您一句话，一切脏活累活见不得光的活，我江淮南都能摆平，绝不让您沾半点因果。天下没有免费午餐，直接提要求。前辈痛快，江家老家主退位在即，家主之位即将竞选。最有力的竞争者是我和我大哥江天阔，他掌控家族大部分人脉，我现在处于劣势。只要您肯开口支持我，凭您的股份和实力，家主之位必然是我的囊中物。我听说过这个江淮南，他在商界能力极强，眼光毒辣，号称京城活财神。如果以后要在商界扩张，甚至进军京城，收他绝对是一大助力。好，你这个手下我收了。多谢前辈，多谢主上。淮南万死不辞！多谢前辈，多谢主上。淮南万死不辞！前辈放心，淮南这就回京筹备竞选事宜。从今日起，京城方面的一切动向，我第一时间汇报。去吧，记住，在我需要你之前，别让江天阔察觉异动。明白。属下告退。后悔着去吧你。好家伙，之前的双色球1等奖奖金竟然有3个亿，
这下是彻底不缺钱了。不过对如今境界的我，钱财不过都是身外之物罢了。自从境界提升后，系统的每日任务也变了，许是因为我的存在，胎儿的发育速度都变快了，92%，应该要不多久就能出生了。江北，怎么感觉我怀孕和别人不太一样？可能是因为我是修炼之人吧。系统先前有束光线连接到雨柔腹中，总不能是我孩子给我的系统吧？应该吧。江北老弟，来我这里一趟，带你看个好东西。江北那小子赌石的能力真是邪门。当初我们赌石对赌，同样大小的帝王绿，他愣是在成本上赢了我一截。玩了一辈子玉石，头一回被人摁在地上摩擦。江北在赌石上确实天赋惊人，这点我认同。不过王老，赌石赌的是原石内藏，古玩剑的是千年传承，您找他过来，怕是帮不上什么忙。宋小姐别急，找他来只是一时兴起。林大师很快就要到了。宋师，火急火燎叫我来，搞什么？老林来的正好，给你介绍，这位是宋小姐，最近得了件宝贝，找了好几位大师看，有人说真，有人说假，吵半天没结果。你可是国内古玩协会副会长，宋小姐打听到咱俩熟，让我当个中间人，请你出山辨辨到底是真还是假。林大师，久仰。宋小姐，京城宋家是赫赫有名古玩世家，什么物件能让你们都拿捏不定？此佛造型丰腴，衣着流畅，确有盛唐风韵，底座铭文格式也对得上皇家供奉制式，来历应出自长安皇家寺庙，但这鎏金层太过完整，历经千年，真品鎏金必有剥落氧化，这尊却近乎无损，古怪。所以连林大师也辨不出真假。黄大哥，你找我过来什么事儿？江北老弟，让你开开眼，这位是京城宋家古玩世家的宋雪小姐。这女人看着不过20几岁，竟然是炼器高手。京城古玩世家果然不简单。宋小姐，江公子，宋小姐遇了点麻烦，收了一件宝贝，真假难辨。这不，请老林帮忙鉴别呢。林禅，古玩协会副会长，一生鉴宝从未出错，难怪。老林，看出一二没有？是个什么宝贝？别吵，此物怪得很。什么物件连你也看不出一二？假的，有意思。此物是真的。鎏金虽完好异常，但青铜底胎氧化层铭文刀法绝符合盛唐制式，应是皇家寺庙供奉之物，真品无疑。太好了，我们总店正缺一件稀缺重器当镇店之宝，这下总算不愁了。这是假的。江公子，您在赌石上确实有造诣，但古玩和玉石并无关系，请不要乱说。宗师，你这兄弟什么意思？
我林禅一生鉴宝，从未出过差错。他一个后生晚辈，当面说我看走眼了。老林别急，江北老弟是不是有什么原因看错了？此物必抢。江公子这般年轻，赌石造诣再高，哪有时间钻研古玩？分明是哗众取宠，想在我们面前显摆罢了。江北，你这是挑衅我！今日若说不出依据，我绝不会让你好过。江北老弟不是哗众取宠的人，既然他这么说，一定看出了什么。江北，快说说，我们也好判断。不必说了，一个赌石的小年轻能懂什么古玩？宋家世代经营古玩，我信林大师的判断。王老，告辞。宋小姐执意要用此物做镇店之宝，我才多嘴提醒，不想让你日后难堪。你若执意如此，我也无所谓。江北，你说，但若是唬人胡编，我必杀你。我好言相劝，宋小姐却以杀相逼，那便不必说了。王大哥，告辞。江北老弟，那物件到底为什么是假的？我真想听听你的见解，就当给哥哥面子说说吧。那尊铜佛，青铜底胎确实是古铜，所以氧化层、铭文、刀法都对，这也是林大师判定为真的依据。但问题在，那古铜不是唐代原铸，而是拿西汉铜镜残件熔炼后重新浇铸的。真正唐代原铸，内壁结晶是细密的鱼子纹，重铸的则是粗松的砂岩。另外，鎏金层完好不是因为保存好，而是现代工艺重鎏的。砂眼纹理，重铸痕迹，果然是假的。我研究一辈子古玩，竟连一件高仿都识不出，还不如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。老林，你钻研一辈子古玩被他比了下去，我钻研一辈子玉石也被他比了下去。玉石古玩皆精通，此子妖孽。宋小姐，你可真是错怪江北了。这物件真是假的？陛下无疑。我错怪江北了。宋小姐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江北，我专程来向你道歉。之前我以身份压人，以杀相逼，是我太过自大。你不但没计较，还好心提醒我，免于日后难堪。对不起。京城古玩世家的大小姐，竟然亲自登门道歉，这女人倒是难得。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你既然来了，说明心里有数。翻篇了。江北，还有一事想请你帮忙。我们宋家总店急需一件镇店之宝，你能……宋小姐，我不收藏古玩，总不能现在跟你一起去找宝贝吧？明天京城有一场古玩交流会，各路藏家都会带珍品到场，说不定会有合适的。我想邀请你同去。如果能帮我找到镇店之宝，宋雪必有重谢。行。哟，宋雪，你们宋家镇店之宝被盗，到现在还没找到新的，要不要我帮忙？不过嘛，代价是咱们深入交流一次。赵启明，你恶心不恶心？滚远点！京城招奖日，别理他。宋小姐，咱们还真来对地方，这里确实有一物可当镇店之宝。真的？没错，确实有一物可当镇店之宝。展台中央那只宋代汝窑天青釉玺，所有人都知道，那可是价值8000万的重器，在场的都是冲它来的。
江北，这么多人争那只汝窑犀，我们竞争到手的概率极低。我说的可当镇店之宝的宝贝，另有其。这古玩会所有宝贝，我几乎都知道，除了那只汝窑犀，没什么稀罕物。宋雪，你从哪儿找的小白脸，在这哗众取宠呢？这件买下来。一块破木头，宋雪，你脑子没病吧？这玩意儿就是垃圾。60万买堆废柴。江北，这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。你信我吗？信。买下它，先带回去，我再告诉你其中玄机。这地方人多眼杂。60万买块破木头，宋家是没人了吧？江北，这木雕到底有什么玄机？看见着凹槽没有？用细针顺时针转3圈，再逆时针转1圈。这是唐代和田玉镂雕龙凤佩，宫廷御用之，存世不超过5件。这木雕山子是明代匠人所制，将龙凤佩藏入其中，以木掩密，所以几百年无人发觉。价值上亿。江北，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，我们宋家总店的镇店之宝就这么找到了。苏小姐，你做什么？江北弟弟，姐姐实在不知怎么感谢你，不如就把自己当做谢礼送给弟弟。不喜欢姐姐吗？苏小姐，我老婆喊我回家吃饭，下次有机会吧。老婆喊回家吃饭，你倒是跑得挺快。难道是我不如年轻时有魅力了？喂，婉婷。雨柔，我完了，我爸要把我嫁给江成宇，江天阔的儿子。我不嫁，可我爸说不嫁就逐出家门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婉婷，你别哭，你人在哪儿？我马上过去。柔，求求你，让江北帮帮我，除了他，没人能帮我了。婉婷，告诉我江天阔的儿子叫什么？江成宇。好，一入豪门深似海。江北，江天阔是江淮南大哥，在京城势力不小，你真要管？你闺蜜的难就是你的难，你的难就是我的事，更何况……江淮南，给我查你大哥的独子江成宇，所有底细1小时内发我，还有林家情况一并查清。是，马上办。江成宇练气中期，花花公子，纠纷被压，女人无数，品行极差。这种货色也配娶婉婷？又多了个新姑，挪用公款，私贩禁药。这些东西够他万劫不复了。江北，最近在海城闹出点动静的年轻人，来我林家什么事儿？林家主，我来替林婉婷拒婚，江成宇配不上她。拒婚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江天阔是京城下一任家主热门，他儿子娶我女儿，那是我们高攀，一个外姓也配来提要求？识趣点。别以为靠上江淮南就成了京城的人，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个暴发户。你会后悔的。不知天高地厚，
去告诉程宇那边，婚事定了。哟，这就是我未来媳妇儿，长得确实比照片上水灵多了。这身段，这脸蛋，配本少爷勉强算合格。江成宇，你别过来！我绝不会嫁给你，你死了这条心！不嫁，笑话！你爸连聘礼都收了，你现在不过是我江家的一件商品。乖乖跟我回京城当少奶奶，把我伺候舒服，本少爷还能留你个正宫的位置。不然，我让你林家在海城活不下去。你的爪子放哪儿呢？你他妈谁啊？敢动老子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京城江家的大少爷。京城江家。给我打！往死里打！出人命，本少爷担着！啊！有人打我！快带人来弄死他！海城这种穷乡僻壤的地还有人敢打我江天祸的儿子？我看他是嫌命太长了。管家，飞私人飞机，我要亲自去海城，让那个不知死活的杂碎跪在程宇面前磕头谢罪，再挑断他的手脚筋。林天鹰，我儿子在你海城的地盘被人打了，这笔账怎么算？联姻的事儿，难道你林家有二心？江爷息怒，都是小女不懂事惹来的麻烦，但婚事绝无二话，只要您一句话，哪怕今晚就把婉婷送过去也行。爸，那个江成义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，他挪用公款，私贩禁药，外面养了无数个女人，我绝对不嫁他。挪用公款，禁药，这江爷，我儿子的事儿，轮不到一个丫头骗子来说三道四。林天佑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立刻履行婚约，要么我让林家在海城彻底消失，你看着办。你这个赔钱货懂什么？能攀上京城江家是我们林家祖坟冒青烟，嫁也得嫁，不嫁绑着也得嫁，以后死活都给我老老实实收着。你就是江北，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。我儿子也是你能碰的。今天我不剥了你的皮，我就不姓江。你儿子手伸错了地方，我替你这当爹的教教他怎么做人，你应该谢我才对。怎么，还想恩将仇报？放肆！庶子也敢在我面前猖狂！这怎么可能？你这孤灵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内力？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江天阔，就你这点微末修为，连给我热身的资格都没有。联姻的事到此为止。林婉婷，你江家的人敢碰一根头发，我就拔了你江家的根。年轻人，莫欺中年穷，但也莫狂妄过头。今天得罪的是整个京城江家，咱们走着瞧。雨柔，我真的以为我死定了。我爸为了生意要把我嫁给江成宇，我连遗书都写好了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，有江北在，没人敢动你。江北，真的谢谢你，大恩大德，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。你是雨柔最好的朋友，我帮你是应该的。接下来的事交给我。检测到潜在敌人江天阔，发布主线新任务，协助江淮南赢得江家家主竞选，彻底拔除江天阔势力。任务奖励
解封九转神功第6转。解封，怪不得我只修到第5转，原来后面被封印了。刚好江天阔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让京城江家换个画师。胎儿发育进度95%，警告：能量波动异常攀升，已突破临界值。怎么了，老公？宝宝今天踢我力气特别大。没事，宝宝很健康，只是比我想的更特别。按照这进度，要不多久我就能出生了，到时候也不知道便宜爹地他们是什么反应，再加把劲儿吧。江北，快醒醒，我的肚子好痛。别怕，老婆，深呼吸，我立刻送你去医院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病人肚子里有光源！天哪，肚子发光了！这是妖怪还是神仙啊？系统金光异常能量，宝宝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恭喜江先生，是个女孩，只是刚才那光。闺女，爸爸终于见到你了。不管是神是仙，你都是我江北的种。极度警告：胎儿宿主已觉醒，核心底层程序启动完毕，系统权限正在移交。什么意思啊？胎儿才是真正的宿主。江北，宝宝怎么了？快看看宝宝！我的女儿呢？我刚刚生下的女儿呢？江北，这是谁家跑进来的孩子？快把他放下！这凡界的医疗条件也太简陋了吧，连个聚灵阵都没有，空气脏的要死。爹爹，别愣着了，把系统控制面板给我调出来看看。本仙尊沉睡了这么久，得检查一下我写的代码有没有出现逻辑 bug。你说什么？系统代码？你写的？废话，那个一直教你修仙的育儿系统就是我用神魂写的。别磨蹭了，面板拿来。灵力转化模块的运行数据还凑合，但是这个育儿任务的判定逻辑太冗余了，严重拖慢了运算速度，回头得熬夜优化一下。早产之后，我的女儿没有哭着要喝奶，她变成了一个程序员。别喝茶了，先把事情给我解释清楚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来的？什么仙尊？还有那个系统代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唉，本来想以普通女儿的身份跟你们相处，可换来的却是疏远。罢了，既然底牌已经曝光，本仙尊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重新认识一下，本仙尊道号云瑶，乃是上界威震八方的8转仙尊，修炼上古第一奇功9转神功，生前已达第8转巅峰，距离那无上的第9转也不过一步之遥。8转仙尊，这都是些什么神话故事里的词啊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当年本仙尊强行冲击第9转，本以为万无一失，却没料到遭遇了万年难遇的混沌仙雷，天劫之下，肉身瞬间灰飞烟灭。如果不是我提前留了后手，护住了一丝本命神魂，被迫跨越虚空转世重修，你们现在根本见不到我。转世重修，所以你跨越虚空，偏偏投胎到了雨柔的肚子里。不然呢？本仙尊挑母体可是很严格的。为了确保这次转世后能顺利觉醒并重新修炼，我在神魂沉睡前的最后一刻，用仅剩的法力本源创造了系统，并且强行绑定在你的灵魂深处。你是说，那个从一开始就指导我修仙、给我发任务送奖励，甚至逼我陪老婆产检的系统，从头到尾都是你造出来的产物？不然你以为天下掉馅饼，正好砸你头上？
不过爹地，你也别太失落，你并不是一无是处，你体内有炎帝血脉，很厉害的。所以我怀胎这么久，满心欢喜期待的乖宝宝没有了，我肚子里一直待着的，其实是一个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妖。老仙尊，妈咪，你别哭啊！不管我前世是何等身份，也不管我活了多久，这一世我就是从你肚子里生出来的，你的血脉，你的气息，我都认。你就是本仙尊如假包换的亲娘，这一点就算是天道也改变不了。也是，我早该想到的。江北本就不凡，再加上云瑶也不像寻常孕妇那般规矩生出的孩子，肯定也非凡俗。系统创作者云瑶，当前状态已完全觉醒。下一步指令：系统底层构架即将进行全面升级，请宿主江北做好准备。爹地，妈咪，既然话都说开了，接下来本仙尊要跟你们说一件至关重要的事，这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，也是我前世为何会惨遭失败的根本原因。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上界。上界的生存法则和凡界完全不同，那里不讲单打独斗，一切势力都是以庞大的家族为单位运转的。你就算个人实力再逆天，孤身一人在那些盘根错节的巨无霸家族面前也极难立足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我在冲击第9转，遭遇天雷反噬，处于最虚弱的那一刻，那些平日里对我卑躬屈膝的仇家对我发起追杀，没有家族护持，没有人在外围替我挡刀争取时间，我才会被他们联手暗算，最终功亏一篑，落得个神魂俱灭的下场。爹地，这一次重修，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本仙尊不仅要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前世的巅峰修为，还要在这凡界乃至未来的上界建立起一支战无不胜、坚不可摧的强大氏族。我要让我们的家族在上界稳如泰山，无人敢惹。育儿家族系统。爹爹，从今天开始，你那野路子的修炼可以结束了。本仙尊将亲自担任你的专属导师，保你修炼速度一日千里。不过呢，本仙尊的学费虽然便宜，但也有2个硬性要求：第一，修炼上必须绝对听话，不准讨价还价；第二，为了快速壮大我们的家族血脉，你得多娶老婆，多生孩子。什么？今天上第1课9转神功第6转，家族专属福利，修炼加速功能已启动。这吸收速度太快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那是自然，本仙尊亲手敲的代码，能不好用吗？你以前那叫单核龟速运算，现在本仙尊直接给你开了多线轮超频模式，你就偷着乐吧。咦，妈咪，你身上好像藏着什么了不得的东西。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身上除了这身家居服什么也没有啊。凤凰血脉！天哪，妈咪，你体内竟然蛰伏着上界都千万年难得一见的修炼绝品纯血凤凰血脉！凤凰血脉？我一个从小在凡界长大的普通人，怎么可能有那种东西？瑶瑶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目标对象苏雨柔，体质鉴定纯正凤凰血脉，隐性状态，当前激活进度 0.1%。这就对上了，难怪你怀孕的时候一用力，腹部就会发出金光，那根本不是我的力量，那是你体内的凤凰血脉被我那强大的胎儿灵力反哺刺激，开始自我觉醒的征兆啊！妈咪，这是你天大的机缘，本仙尊现在就传授你上界绝学凤凰涅槃诀。我真的也能修炼了，我再也不是累赘了。不错，这老两口的悟性可以。不过上界底蕴太深，光靠你们2个还
还远远不够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。仙尊大人，来听睡前故事了。把门锁死，本仙尊有重大战略性事务要谈。好，你说。为了家族未来，你需要立刻着手，多娶几个资质绝佳的老婆，多生几个天赋异异的孩子。你大半夜跑来就为了说这个，你疯了！多娶妻，多生子，这是关乎全家生死存亡的战略布局。你一个3岁小女孩操心这些，这话要是被你妈咪听到，非拿刀剁了我。上界竞争残酷，所有势力都是以庞大的家族为核心，一个只有2人的家族，连当炮灰都不配。本仙尊前世就是吃了这个大亏，我单枪匹马杀到8转巅峰，可渡劫虚弱时仇家一拥而上，因为我没有族人替我挡刀。你身负炎帝血脉，如果单传就是暴殄天物，只有多生优秀后代，飞升上界时我们才有底气。我能理解，但感情不是买菜，不能随便挑。系统会自动评估顶级资质的女性，你只需按需选择。这件事以后再说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帮江淮南拿下家主之位。朽木不可雕也，本仙尊暂时不逼你。你以为本仙尊愿意管？我担心的是能不能带大军杀回上界。少主，京城那边传来消息，老祖宗今日出关。家族大会即将召开，江天阔父子已经纠集了所有支持者，准备逼宫。逼宫？那也得看我同不同意。走吧，本仙尊倒要看看这凡界的世家能有多大能耐。你妈咪刚修炼入门，需要闭关稳固境界，这次就咱们去。别摸本仙尊的头，长不高算你的。少主，带小小姐去那种凶险之地，是否无妨？她可比你想象的能打。江淮南，大爷吩咐了，家族大会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你身边这2人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放肆！还有谁想拦我？开车，带路。家主有令，江淮南勾结外人，企图谋夺家产，立刻拿下！江天阔这畜生，竟然颠倒黑白！既然门关着，那就敲开。稍微粗鲁了点儿，但也算有本仙尊当年几分风范。走，去会会这群魑魅魍魉。江北，你竟敢强闯江家，打伤护卫，真当江家没人了吗？江家有没有人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这里坐着一群不长眼的狗。放肆！黄口小儿，休得猖狂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难怪敢来京城撒野，原来是仗着学了点邪术。赵公子，有劳您出手了。凡界的蝼蚁也敢在此放肆，本公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力量。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在我面前狂吠？爹爹，这人身上有上界的气息。上界？找死！什么？就这？上界的人也不过如此。何人敢在我江家放肆？拜见老祖宗！你就是江北，先接我一掌！好，
么霸道的力量，你竟然能硬接我8成修为的一击！便宜爹地还没完全掌握自身力量，否则别说接这一击，吹口气都能灭掉这老头。你若是出全力，我自当奉陪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江家好男儿，没想到我江家竟然出了如此绝世天才。我只是姓江，并非你京城江家之人。老祖宗，此子心狠手辣，不仅打伤长老，还废了赵公子。淮南隐忍多年，确有大将之风。从今日起，江淮南便是江家新任家主，谁若不服，家法处置。家主，江北，你废我修为，我师父绝不会放过你的，他可是上界派来的使者。上界使者？没错，我师父和师伯2位金丹期大能已经降临凡界，你的血脉这么强，绝对是他们最好的猎物，你们整个江家都得给我陪葬。金丹期，这下稍微有点麻烦了。哼，既然他们要来，那就让他们来好了。不过，你没机会看到了。从今天起，江家我罩了，谁敢来犯，杀无赦。淮南，江家以后就交给你了，老夫要闭关冲击金丹境，不到家族生死存亡之际，不要唤醒我。定不负老祖宗所托。江北，赵玄明所说的上界双使者绝非善辈，金丹期大能的实力远超你的想象，你切不可掉以轻心。老祖宗放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老头，你好好闭关吧，有本仙尊在，保准江家塌不了。这位小姑娘是我女儿云瑶。少主，上界使者随时可能降临，不如您留在京城，有老祖宗在，多少有个照应。雨柔还在海城，我不放心。况且，我的战场不在京城。快走吧，本仙尊感觉到海城方向的灵气波动有些异常，妈咪那边可能出变故了。什么？是锁魂大阵，那2个老家伙已经到了。敢动我的女人，找死！纯正的凤凰血脉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只要吸干你的精血，本座便能突破元婴。做梦！老狗，放开他！江北，你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接下来的事交给我。敢欺负我妈咪，你们这2个老杂毛活腻了！你就是那个传说中身负炎帝血脉的凡界蝼蚁，来得正好，省得本座到处去找你。一具炎帝血脉，一具凤凰血脉，再加上那个小女孩身上诡异的气息，今晚我们兄弟俩要在此度迎接元婴了。想要我的命，就怕你们的牙口没那么硬。不知死活！破！好霸道的肉身，这绝不是凡界能有的力量。金丹期也不过如此。今天我就拿你们2个老狗。爹爹，这2个老贼是上界大宗门的长老，精通合击之术，千万不要被他们拉开距离打消耗战。知道。爹地境界虚浮，战斗经验也不足，可惜我现在也未恢复巅峰，一旦出手，反可能损伤道根，否则区区2个金丹小儿，弹指湮灭。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！老黑，别玩了，
直接拿下他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好，天穹转，开，给我碎！这怎么可能？他连筑基都不是，凭什么能撕裂我们的法则之网？炎帝血脉果然名不虚传，若是能将其抽干炼化，你我何愁不能称霸上界？你们的遗言就值。数字狂妄，看招！你这疯子！老黑，小畜生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你的对手是我。雨柔她，经过我的悉心教导，妈咪现在也不是普通人了。不过是一个刚刚觉醒血脉的黄毛丫头，连修炼的门槛都没摸到，也敢挡本座的路。凤凰涅槃诀第一式，凤舞九天。好恐怖的血脉压制，这绝不是凡界的火焰。战斗的时候分心可是大忌。很好，你成功激怒了本座。老黑，别保留了，用那招！爹地小心，那是上界的禁药燃血丹，他们要拼命了！幽冥无极，法相天地，宁！蝼蚁们能在死前见到本座的完全体法相，你们足以自傲了。雨柔，退后！引星斗，演大道，掌星河秩序，定万物经衰。这是仙人违例，你是仙人之境。现在知道晚了。不错啊，爹地，在这紧急之围，竟然可以直接施展九转神功，发挥真正的仙人实力了。没事了，确实没事了。以爹地现在的实力，咱们可以着手飞升界了。飞升上界，这里的空气，呼吸都能变强。没错，这就是上界。本仙尊终于不用再抠抠搜搜的省着点灵力用了。检测到宿主已抵达上界，新功能：家族建设、法则领悟、仙宠繁育已解锁。发布主线任务，在上界建立属于你的万古第一家族，多子多福，让江家之名响彻9天10地。